OK，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們今天就來聊 Tri-Fold 24小時使用體驗。從昨天中午到貨，我們直播完之後呢，現在已經用了1天的時間了。對這一台呢，其實有蠻多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覺得我們就分2個部分來講，一個硬體跟軟體。硬體的部分呢，它基本上它的所有的就是規格，大部分都跟 Fold 7差不多。像是它的外螢幕啊、相機啊、鉸鏈啊這些，大部分的規格其實都跟 Fold 7差不多。所以如果你手上有 Fold 7，然後甚至是 Fold 6的話，我覺得你的一開始的第一的感覺應該是會跟你手上的 Fold 7差不多。那它最大最明顯的差異就是你一拿起來就可以感覺到它的重量多了很多。因為我們昨天有量嘛，昨天在電子秤上面，如果你帶保護殼的話，它是350克。那如果你是 Fold 7的話呢，其實大概就200多克，所以就加了100多克的重量，將近150克的重量在上面。這個重量是非常有感的。你在平常單手使用的時候，這一支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就跟之前在拿可能 Fold 1、Fold 3那種比較老的版本的 Fold 一樣，就是一種很明顯的沉重的重手的感覺。而且應該是目前拿過最重的 Fold。那這個重量呢，我覺得一般人在使用上應該會覺得比較小困擾一點啦，就是因為你的大部分的重量會用你的，像是你單手使用的，會用你的小指去支撐嘛，所以你在抓的時候呢，很明顯就會感覺到就是你的小拇指的負擔變大了。那除了這個重量之外呢，當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這裡折疊的機構多了一片嘛，所以它這個多的這一片呢，你在平常單手使用的時候，你也是可以感覺到，就是你在原本 Fold 的右側是沒有轉軸的，可是因為你現在這邊右側多了一個小轉軸，那你在單手使用的時候，其實你會一直摳到這個小轉軸。那這個手感上，我覺得就跟原本 Fold 系列差比較大，因為你在摸轉軸的時候，它是比較有稜有角的。那你在摸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就是你是有點硌手的感覺，沒有到非常嚴重，但是你可以感覺到，其實這支手機在側邊的那種滑順度是又比 Fold 再更差了一點，但它不會是到讓你覺得很不適，我覺得可能就是單純的習慣問題，而且你在戴了手機殼之後，可能這也就還好，因為你可能平常抓的這個邊緣是抓手機殼的邊緣，只是如果你跟我昨天一樣是裸機使用的話，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你在右側的這個手感跟 Fold 是有明顯比較大的差異的。那除了這2點之外呢，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它在出廠的時候，它在外螢幕就有貼原本 Fold 7可以去官網買的那一張抗反射的鍍膜，應該算保護貼吧？對，抗反射的保護貼。這個保護貼蠻明顯的啦，就是你可以感覺到它的不管是透度啊，或是真的確在比較太陽底下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它的反射是不會像之前這麼明顯。因為我原本的 Fold 6、Fold 7貼的都不是這種抗反射的膜，所以它一開始出廠就有給你這一片，我覺得是很不錯的小升級。那原廠買我記得也要幾百塊吧，600-700塊左右我記得，所以它原廠就幫你把外螢幕的這個膜貼好，我覺得是一點還不錯的小升級。那除了這幾樣這個比較大的差異之外呢，我覺得其他的大部分的手感啊，然後相機啊，然後內螢幕的鏡頭、外螢幕的鏡頭這一些東西都跟原本的 Fold 7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啊，所以如果你的保護貼的話，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跟 Fold 7共用，就是你直接拿原本的 Fold 7的保護貼去做替換的話，我覺得應該也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那另外就是打開來的這個瞬間啊，我覺得還是蠻令人就是覺得哇的那種感覺，因為你像我這樣長時間用 Fold 的用戶，已經對這種折疊手機已經很無感了，就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可以折疊的嘛，所以已經不會有那種第一次拿到 Fold 那種哇 amazing 的那種感覺，那種 butterfly 的感覺，就是到第7代了嘛，你就覺得就是一個可以打開可以折起來的東西，所以你不會特別覺得就是每次打開有什麼很驚豔的感覺。那這一次呢，我覺得在硬體設計上的確，你這樣子一層一層把它剝開到最大的時候，你會再次有那種一開始拿到 Fold 的那種哇，這個螢幕怎麼這麼大？因為它很明顯，它是一個很標準的10寸平板，所以你在原本用外螢幕到內螢幕的切換的時候，很明顯的就是放大了3倍，跟原本是變大2倍，然後可能直板的 App 也不會有太大差異，因為你可能是直着看的時候，它是置中的嘛，所以這一個的那種衝擊力呢，比原本好更多。那當然，這個我們等一下在軟體的時候，我會再更詳細的跟大家講到底有哪一些優缺點。不過就第一直觀印象來說，這個內螢幕的這個衝擊感是比以前
好很多了，就是哇，你會覺得真的很讚。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打孔，因為其實我在之前 Fold 6、Fold 7的影片的時候，我就說過，我很不喜歡這個打孔，就是內螢幕我很少會用內螢幕去做任何的視訊啊，或是自拍，我都是習慣用外螢幕去做這件事情。所以它原本在 Fold 6的時候是用那種可以遮擋住的嘛，就是它是上面是有螢幕的像素，所以你平常不用這個鏡頭的時候，它會完全呈現一個全版的螢幕。那你只有在有用的時候，它才會變成黑孔。那我覺得 Fold 6這設計很好，我也很喜歡。就是你正常在使用，像是我可能比較常看漫畫或是看書的時候，它就會完全隱形。當然仔細看還是會看得出來，那邊是一個視訊鏡頭，它的像素是沒有這麼高的，但是完全隱形這件事情，我覺得對你的閱讀體驗，在 Fold 6、Fold 7這種比較小的螢幕上面呢，是比較好的。譬如像我們把 Fold 6打開嘛，你看它就是會完全的隱藏起來，就是你可以看正面是沒有任何的孔的。然後什麼時候會有孔呢？就是當你把相机打開，然後我們切換到前置的時候，它才會這邊多了一個孔。所以我覺得這個 UDC 的設計是我很喜歡的。那到了這一台 Trifold 上面呢，這件事情，因為它螢幕面積變大了，所以你相對來說就比較不容易去注意到這個孔。當然還是会有啦，就是像你現在在畫面上嘛，你可以看到它的孔的整體的比例就是比這個螢幕的比例小了很多，可能就佔1%吧，我覺得差不多。就它因為它螢幕小了，螢幕大了很多，然後孔雖然是一樣大，但是你就感覺它的存在感就沒這麼強烈了。所以雖然它不是做 UDCC， 我覺得還是很可惜，但是我覺得它的就是干擾程度已經不會像 Fold 7這麼干擾。我就覺得 Fold 7它那個在中間，我一直覺得很不喜歡，所以我後來也沒有繼續用 Fold 7，我還是換回了 Fold 6。那這一次在 Trifold 上面，因為螢幕體積變大的關係，所以我就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了。那再來講到它後面的這個背蓋，它這次雖然看起來像是碳纖維，不過看一些拆解影片應該不是啊，它應該也是玻璃纖維之類的材質去做的，所以有點小可惜。那在散熱啊跟一些硬體的規格上，其實應該也是跟 Fold 7一樣。然後我自己測下來，我覺得效能當然是雖然不是用最新的晶片啊，但是效能基本上也都是夠用。像我自己會開3個遊戲去同時跑，我也覺得雖然你要玩每個遊戲都變得很順是不可能的，但是你3個同時去解每日任務，你可能是一個自動戰鬥，像是我可能是崩鐵自動戰鬥，我下面在玩絕區0，然後去解一個每日任務，這樣的狀況是效能還是足夠，就它不會到完全跑不動。那在 Fold 6上面其實就不夠了 ，Fold 6你跑2個遊戲的時候，大概到5-6分鐘左右，它就會過熱，然後它就會被解除那個多視窗了。那我在 在 Trifold 上面目前是還沒有遇到，但是 Fold 7的話呢，我不確定，因為我没有用那麼長的時間。但是在 Trifold 上面，你在這個2個遊戲一起跑的時候呢，是不会有，就是它会跳出過熱，然後跟你講說把 App 全部都變成只能單一視窗的模式，是不會。目前是沒有遇到，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長時間使用才知道了。那整體的硬體差異最大的當然就是講嘛，它就是多了這一片，就是多一片，你多了50%的體積，你的厚度也多了50%，然後你的重量也多了，然後螢幕也多了，當然還有就是電池也多了，這個我覺得是第二有感的，就是除了剛剛講到的螢幕以外，因為它的電池從以前的可能只有4400，現在到了5600，然後再加上它的充電速度從25瓦變成45瓦。用1天馬上就有感了，就是你的不管你是續航時間啊，然後或者是你續航之後你要重新充電的速度，很明顯也都變快了。跟之前在用 Fold 7啊或者是 Fold 6的時候比起來呢，第一個是因為它的外螢幕已經夠大了，所以你可能平常這樣當手機在用的時候，它就是Samsung 應該是目前最大電池的手機了吧？就是以旗艦機型來說，就是5600應該也算是最大了吧？所以你如果拿它當一般的直板手機用，它的續航力也是扛的，沒問題，很頂。然後你把它打開來當平板用的時候呢，它又變成是可能是電池續航力最差的平板，就是它剛好在一個很微妙的一個交界點上。當然，因為正常我們平常人用手機的時候，不會是一直都用着內螢幕，或是一直都用着外螢幕，一定是視需求去做轉換的。所以在混合使用下，我覺得勉強足夠吧。我覺得就是至少用1天的感覺是這樣，就是到現在晚上你可能中間也不太需要充電，就是你到晚上可能差不多電量消耗殆盡。然後如果你都用內螢幕的話，大約可以用6個小時左右，5到6個小時，看你玩什麼。譬如說你可能是正常的閱讀啊，然後看一些社群媒體啊，然後去用FB， 然後去用 IG， 然後可能再看一些 YouTube， 然後或者是玩一點遊戲的。這個情況下，
在內螢幕大概就是堅持個6個小時左右就會沒電。可是如果你是用外螢幕的話，我目前沒車，因為還沒有那麼長時間都是一直使用外螢幕。但是如果你只用外螢幕，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比 S25 Ultra 再更好一點吧。然後內外混合使用的情況之下，當然就是這中間，我覺得可能用個7到8個小時，差不多就是極限了。當然，它這次因為多了45瓦充電，所以不會像之前 Fold 6或是 Fold 7這樣，你只要就是一用沒電，你要等它充滿，你又要等到超久。然後它現在用到沒電的時候，它的回血速度還算是可以接受，蠻快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最有感的升級。那它這一次也算是一次就解決了我之前用 Fold 用很久的那種痛點吧。第一個電量不夠嘛，那這次電量變多了。第二個你會覺得它的相機不夠好，那這一次一樣跟 Fold 7就是用了2.1畫素的這個主攝，當然長焦跟廣角沒有那麼好，所以這兩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但至少它的相機在主攝的這一塊是已經可以追上旗艦手機，但今年年底這一批出來追不上，但是它至少會追到了今年年初2025年初的這個拍照的水準，就還行，可以接受，沒有到最好，就是可以接受。然後它的電池電量也提升了嘛，然後它的螢幕也變大，所以我覺得整體的硬體空間我是覺得挺滿意的，就是硬體的提升。當然它的重量，如果我覺得可以壓到如果250克左右，我就覺得哇超完美，250、260這個水準，就是如果這一支有辦法可以再減100克的話，我就覺得這一支是很完美的手機。當然現在沒有，現在就是必須帶350克，可是350克，你想，你可是帶了一支手機，再加上一台10寸的平板，不是8寸，是一台10寸的平板，然後這兩個東西合體之後可以塞在你的口袋裡，我就覺得哇，很讚，就是至少在硬體層面，我就覺得非常的完美。那講完了硬體呢，我覺得我們就可以來聊聊軟體了。軟體，我覺得這個體驗呢也是比較多可以講的。為什麼？因為它的這一次 Fold 跟應該說這次 Tri-Fold 它的設計邏輯完全就是內外螢幕是分離的，它就真的是一只手機加上加上一台平板。原本你在使用 Fold 系列的時候呢，你會覺得有一點混合，或是它沒有那麼如果你要講的話，是它沒有這麼好用。老實講，如果你用過 Tri-Fold， 你再回來用 Fold， 你會覺得它沒那麼好用。在我原本用 Fold 的時候，其實我沒有覺得這些是問題。可是你用過更好的時候，你會覺得啊，原來之前這些地方是可以改善的。怎麼說呢？第一個 Fold 7沒問題，當然 Fold 7之前的手機你會覺得外螢幕有點太小，但我自己覺得 Fold 6剛剛好，然後 Fold 7稍微有點太大。但是呢，這個外螢幕你會覺得它不管是大的還是小的，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它是一個正常的手機比例嘛，所以你大部分的 App 都是根據這個外螢幕去做適配的，所以你在把它打開來的時候呢，大部分的 App 打開來之後，它都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去對應到一個可能平板的使用模式，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正方形，就是它在內螢幕這邊它是一個正方形，所以你如果是一個正常的譬如說我說最常見的蝦皮它就沒有辦法用到這全部的螢幕，它沒有辦法變成平板版，因為它的螢幕太小，沒有辦法變成平板。然後呢，你要去用手機版，就會變得跟外螢幕是一樣大，就是它會中間這樣子一條。所以你在用的時候，你就會有一種，像我平常用蝦皮可能就像這樣，大家不知道看不到，左右兩邊一定是留白，然後其實中間多顯示出來的東西也沒多少，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版型會有點爆掉，所以這一件事情會一直讓我覺得，有一點怎麼說，有點改革，就是很多 App 裡面，像是甚至我講一個以 YouTube 來說好了 ，YouTube 你在看影片的時候，它直的跟橫的，就是你內螢幕跟外螢幕在切換的時候，它的螢幕的畫面大小其實是差不多的，就是以橫放的影片來說的話。那這個時候你把內螢幕打開，你原本預期是想要獲得更大的一個觀影體驗，但實際上並沒有。有一點就是，其實你用外螢幕看就可以了，內螢幕它就只是像我比較常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說我內螢幕可以不用翻轉。我舉個例子，我把 YouTube 打開，大家看大家就會清楚了。就是說，假設我現在在這裡，然後我隨便播一個我自己的影片 ，OK， 然後我們到頻道裡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這樣。如果你是1060B9，你可以在內螢幕的時候，你下面可以做瀏覽，
你就可以看一些更多的影片啊，甚至你可以去看討論。可是呢，如果你是把它打橫，這種情況是比較好的。就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樣，我的影片是10:9比9，它是只會留上下一點點的黑邊，那這個情況是好的。那有一些影片它可能是用電影的比例或是預告片的比例，那這個時候它就內螢幕跟外螢幕的顯示比例就會差不多了。像我的影片會比較明顯是說，你可以看得出來，內外影片的差距比較大。這樣，內外影片的差距比較大，可是很多影片它是沒有到這麼大的差距的。那你要用內螢幕看，還是用外螢幕看，就會有一種啊，我到底要切換哪一個呢的這種尷尬感。但是 Trifold 上是不會有的。Trifold 上外螢幕當然很大，你隨便看影片都是沒問題的。它就是你播任何的東西在外螢幕上，其實我覺得它就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了啦。老實講，真的是很不錯的體驗了。可是呢，你切換到內螢幕之後呢，那個整個視覺的衝擊力就哇，你就覺得太讚了。這就是折疊機應該要有的終極形態。我會有一個很明顯的這樣的感覺，就是說，對，之前在原本用 Fold 的時候不會有這麼強烈的感覺，但是你用過 Trifold 的時候，你會覺得說，啊，之前的確是沒有這麼好，這個更好了一點。比如說像這樣，我們播同一支影片，在外螢幕不錯了吧？在這個大小，一般你就是可能用 S25啊這種，大部分的影片看你平常不會有問題，可是你看打開來這種感覺，哇哦，就是非常非常的讚。所以這個是我第一個體驗覺得最深刻的，就是哇，這個觀影的體驗真的太讚了吧。然後再來就是什麼呢？你在內螢幕裡面做網頁瀏覽的時候，因為我自己平常可能打遊戲啊、看網頁就是需要查攻略嘛。然後我舉個例子吧，我們現在玩《死亡擱淺》，我要查個白金攻略，你看一次可以顯示這麼多的頁面，有沒有？就是不太需要像之前我們可能你要下面顯示一個地圖，地圖會覺得不太夠大，上面要看它字寫什麼，怎麼樣打，然後你就覺得說啊，就是對，螢幕不夠大。可是你看現在10寸，如果它做成直立的這個狀況，哇哦，非常的好，你知道嗎？非常的舒服。然後你看書或是看漫畫，漫畫整個10寸的看起來的感覺就是跟看雜誌一樣。你覺得以前那些小字，有些作者喜歡在旁邊寫一堆小字，寫一些說明，然後你就看不到，你就在那邊放大縮小，放大縮小，不用，現在全部都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後我還沒試的是看真的雜誌啊，就是像說我有訂閱一些雜誌，然後可能平常會看。那看雜誌的時候，在10寸上面可能會比之前8寸就更好了。8寸是很明顯的不夠，你就是一定還是得要一直在那邊放大縮小。那10寸我覺得一定會好很多，所以至少我用到這個24小時的，我會覺得說影片，然後跟在一些可能娛樂上面，就是比如說遊戲，它的體感是真的是好很多。然後多工上面的能力，我原本想說，其實我原本在 Fold 上面是沒有那麼喜歡這麼多工的，因為它的多工情況是你會覺得兩邊都不夠大。它雖然是2條直板的擺在一起，可是會有個就是尷尬的情況是說，譬如說像我筆記軟體可能是用 Petabase， 那在使用的時候會覺得說我需要用你全版的這個螢幕，就是我希望它是一個正方形這麼大的比例，右邊再加上一個可能是 AI 的對話，然後再加上可能會是一個網頁類似這樣，然後我會把網頁東西摳到的筆記軟體。可是如果你兩邊都是直的時候呢，兩邊都不夠大，你查網頁你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字顯示的不夠多，然後你就會在那邊上下滾，很煩。然後你要寫筆記的時候，你看到的筆記空間也不夠，所以就會變成它兩邊都沒有這麼好用。但是10寸就跟你在 iPad 上面，跟你在一些比較小的電腦筆電上面使用的那種感覺是很接近的。就是你開多視窗的時候，你會覺得空間是很有餘裕的，不會有一個說一個東西太小了，就是覺得很難用，然後就是兩個東西都剛剛好夠大，就是一個兩邊都是正方形的這個情況下，就覺得哇，這個操作起來真的是多工舒服。然後它的這個 DeX 模式啊，它這次新增的嘛，就是你可以直接在 Trifold 上面去把它進入一個像 Windows 筆電這樣的一個界面模式。那在這個模式下面，我就覺得完完全全的發揮一個真正的就是多工機器應該要有的形態。因為我之前沒有用過三星的平板，我自己就沒有嘗試過它的
平板上面的 DeX 模式，所以我這算是有第一次的體驗。然後聽說這次 One UI 8之後，可能也改了蠻多東西，所以我體驗到，我覺得哇，這個體驗真的是很不錯，很讚。就是像我自己是數據分析師嘛，所以我可能很常的是要開着一個 Excel 表，然後在這個年代，你一定會再開個 AI 視窗，就是會跟 AI 對話，然後可能跟他確認一些想法或者邏輯有沒有問題。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就覺得說，你可以開這麼多個視窗是很有意義的。你可能再多掛一個小窗是網頁瀏覽器，然後你在原本的 Fold 能不能做到這件事情？當然可以，可是就會變成你掛2-3個小窗，它就每個窗都非常非常的小，然後你要把視窗開大的時候，畫面的空間又不夠大。所以我自己在 Fold 上面有更長的使用習慣，頂多就是雙分，然後或者是一個大窗配上一個小窗，這樣我覺得就是它的極限。但是你在 Trifold 上面呢？這個螢幕大小完全是可以支援，譬如說你開3個 App、4個 App， 我都覺得不會到很局促。就是你可以用 Windows 的那種做法，就是一個在前景，一個在後景，然後後景你可能就露出一點點小標題，然後或者像我可能還要掛一個遊戲，可能 Bounty 在後面自動戰鬥，我可以把它擺在那邊，前面再做一個視訊通話，然後呢右邊再放一個什麼網頁查資料，然後這時候你前面可能還可以多開2個 App， 然後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這種時候我就覺得哇哦，舒服欸，怎麼可以這麼的好用？它的 DeX 模式跟它整個切換邏輯，就覺得真的很棒。然後有些人可能還會想說，那我買一台平板跟再買台手機，2台不是更好嗎？就是2個東西不用再就是花這麼多的錢。那這一台 Trifold 現在9萬塊的台幣，它已經比你去買一台神送的平板，再加上一台 S25的價錢還要多。那它到底價值在哪裡？我覺得用過之後，我可以體會出它的價值在哪。它價值就是跟之前 Fold 我第一次拿到的時候那種感覺是一樣，就是把 iPad mini 跟手機融合，然後的那種感覺。但它現在就是把 iPad Pro 跟你的手機融合。你出門你只要帶一個裝置，我不用再想說我的平板是不是有帶，我平板是不是有充電，我出門要不要再多帶一個平板？就是你知道男生出門就是手機、錢包、鑰匙、菸啊，然後這個時候錢包跟鑰匙就已經整合到手機裡面。有時候你出門就是帶一個手機，那你就想說，今天我出門會出去很久嗎？我需要再多帶一個平板出去嗎？然後你如果是 iPad mini， 想說好，我現在是要多帶一個 iPad mini 嗎？可是覺得帶一個 iPad mini 如果沒用到又很重，就是你會覺得說，沒用到的話就覺得浪費了我的那個重量，然後用到的話就還好，就沒問題。然後呢，又會有一個問題是，譬如說你兩邊的 App 不同步，像是我之前很常遇到問題，說我在可能我在手機上面收了一個 mail， 好，我處理到一半，好，我現在覺得不行，我這個 mail 我沒有辦法在手機上面處理完，我一定需要在平板上面處理。好，我現在要怎麼辦？我有些檔案下載下來，我有些東西可能在這台手機上面打完了。當然，現在很多東西很多軟體是雲端同步的嘛，你就要等這邊的東西全部整理完之後，好，我現在到平板上面繼續工作。可是如果你在做切換的時候，你會覺得這中間會有一個斷裂，就是一個割裂感。可是如果你用 Fold 手機，或是你之前就是跟我一樣是長時間的 Fold 用戶，你應該知道，我們就打開來，我們就有更大的空間，就是你不會說我還需要去做拿出另外一個平板，找我平板在哪，然後你整個心流都斷掉，然後你整個邏輯都要重來了。不會，你現在在 Trifold 上面這件事情只會變得更好、更方便。就是說 ，OK， 我現在需要更大的空間，我一個手機沒有辦法處理我這封信了，我打開來，我馬上就多了3倍的空間。然後可以去放更多我的參考資料，然後去可以更完整的把我想要寫的東西寫出來。在 Trifold 上面，我就覺得哇，很讚，真的很讚。那但是呢，也不是說沒有缺點。它的軟體上面，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跟 Fold 比起來 ，Fold 的時候比較好的是，因為 Trifold 它打開來是16:9的，16:10，差不多，就它是一個很大的橫向平板嘛。那安卓你也知道，很多的軟體是沒有去做這種平板版型的，但這個我們自己做遊戲做 UI 就知道，你要做一個版型有多麼的困難，但是可以做到讓人離職的。像蝦皮，它一樣只能讓兩邊留更大的空，它可以轉直的，轉直的就沒問題。就是以蝦皮來說，它算是好的，因為16:9轉直之後，你看這個瀏覽體驗就真的很舒服，有沒有？東西就很大，就是不用對你的眼睛那麼苛刻，有沒有？你就覺得完全你不要在那邊盯那個小字，就覺得我看一個商品有沒有？就是舒服。蝦皮算好的，那還有什麼東西比較爛的？像是淘寶，你看淘寶首先它強制你要用橫的，我現在找手機殼，我轉直的呢沒辦法。
在 Fold 裡面，它有一個功能叫做強制所有的 App 都可以用橫向顯示，但是在 Tri-Fold 上面，它並沒有一個功能叫做強制所有的 App 都可以直向顯示，它沒有這個功能。所以我現在只有一個折中的方法，就是什麼？就是說我先把它掛成小窗，然後再把它轉成直的，類似這樣的做法，這樣它就是直版的。這是一個折中的方法。但是你看它的自由度其實是高的啦，就是你把東西掛成小窗之後，它還是有超大的空間。當然，這個是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剛剛講的它是它的缺點嘛，就是有很多的 App 它是沒有去做平板版的，然後16:9平板的狀況更嚴重，我覺得比這種 Fold 系列它的正方形更嚴重，因為它旁邊兩邊會留很多的黑，或很多的，就是可能版型會爆掉，或是它會變得很窄，你知道嗎？我舉個例子，就是它上下會變得幾乎沒有辦法閱讀。Facebook 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再開個 Facebook 給大家看。Facebook， 你可以看，它只顯示了什麼？它只顯示了動態，它連第一個貼文都顯示不出來。所以這就是有些，如果不給你轉直的話，這幾乎是一個很難用的狀況。你可以看到有沒有？貼文只能顯示一點點字，加上超大一張圖片。當然，如果它是可以轉直，像 Facebook， 它是支援自動旋轉，那沒問題。你轉直的時候用起來的狀況都是很爽的，就是跟一個是超大只的手機一樣。但是如果它不支援的時候呢，就會有點麻煩。還有就是像是一些銀行的 App 啊，然後這種目前我裝起來會覺得，版型的確爆開了。Line 也是，Line它在平板版的時候，它會全螢幕嘛，所以它會變成一個我覺得不算是很優化的那種狀態，但是可以用啦。所以目前就是反正我是覺得還好，就是大不了就自己把視窗拉小，所以這點我是覺得是目前可以接受。那就希望之後等可能 iPhone 上看會不會有更多的這種平板的軟體就是支援下去，然後再來軟體的部分，它在原生的啊，當然都是支援的很完美沒有錯，但是剛剛講嘛，一些第三方的軟體可能就沒辦法。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呢，是我覺得啦，你在內螢幕跟外螢幕去做交互切換的時候呢，會出現一個就是沒有像之前 Fold 那樣那麼好的接續功能。就它現在這一代的確還是有接續功能，但是我覺得這個接續功能真的因為螢幕比例真的差太多了，所以我覺得 bug 也變多了，然後閃退的幾率也變多了。然後我覺得這有可能是因為新手機上的關係啊，所以這個我覺得可能還要再觀察看看。所以目前大概是這樣。以現在我體驗的這個階段啊，其實第一天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退貨，因為真的很貴。老實說真的很貴，一只手機9萬塊，瘋了。之前我買 Fold 1的時候，那時候一只68880塊，然後想說一只手機7萬塊，我就覺得我瘋了。我為什麼要買一只手機花這麼多錢？現在一只手機已經花了9萬塊。當然我剛剛講我體驗這一整天之後，我是覺得我還蠻想把它留下來繼續用的。可是真的是有一點點太貴了，而且我拿在手上的時候，我一直覺得它不是不堅固，它的轉軸啊，或是這種觸感啊，然後前螢幕啊，或者是內螢幕啊，這種就是使用起來的感受，你不會覺得它是不堅固的，可是你會覺得它很脆弱，有點像是玻璃的感覺，就是你覺得很像拿一塊玻璃在手上，你會怕它碎掉，你不會覺得一塊玻璃是不堅硬的吧？你覺得你敲它的話，或是你怎麼凹它、折它，這都沒有問題。可是你會覺得它很容易碎，這是我自己用了一天之後最大的感悟，就是因為現在也沒有保險，然後它內螢幕摔下去的話38000塊，所以我一直有一點擔心的點就是在這，就是它第一個它貴，再來貴的情況之下，它又有點沒有保障，我就會覺得有點擔心，所以。我自己是想說，可能留着用一段時間啊 ，maybe 用個1個月、2個月，然後等後面看有沒有其他折疊手機上，我再去做交換。那至少可以，應該不會摔吧？就是希望啊。然後目前它的使用，就是可以使用的殼也很少，就是我去翻了一圈網拍，基本上就只有多了一種透明殼，然後再來就是它原廠有多一個指甲殼，然後一些醜的要死的皮套，就只有這種而已，它沒有一些比較。像是大廠會去幫他出手機殼，也有可能是它的量真的不夠了，你去多幫他做殼，其實也不划算，這也是比較大的問題。
那這是我目前的感受啦，所以我覺得我可能會把它留下來再用一段時間，應該是不會把它拿去賣掉，應該吧。就是我還是還蠻喜歡的啦，就是各方面都算是 Fold 的一個進化，然後最大的問題就是它貴，以及它沒有保險，它很脆弱，這是我最大的心得。好啦，那我可能會再用一段时間之後，如果有什麼特別心得再跟大家分享。那大致上就這樣，喜歡的話就訂閱、幫按讚、巴拉巴拉巴拉這種，大家知道。就這樣啦，大家拜拜。Answers hide in